虽然系出瑞士，但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甚少，我在官网上并没有找到。涂上去大搓泥，你整个脸上几乎全部都是血血。都说瑞士的护肤品位于保养品鄙视链的顶端，如果这几年你也开始关注瑞士的抗老护肤品，那么你一定不会不认识这个品牌 Ciel Premium。 我在官网查到的资料呢，说它的创始人 Dr. Harold Garnier 是一位来自瑞士的皮肤科医学博士，他的总公司位于苏黎世，分部位于德国。产品开发的灵感呢，来自于将活性药物的成分与化妆品原理相结合，开发出具备有明显效果的化妆品。08年的时候呢，就推出了这个 Ciel Premium 这个品牌，是全球第一个基于植物干细胞的瑞士奢华护肤品。这个品牌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干细胞提取技术。提到瑞士呢，就不得不提本地珍稀的苹果干细胞，而在瑞士本地呢，只有3棵这种珍稀的苹果树品种，以长寿不枯萎而闻名。那么只有3棵，如何满足那么多抗老品牌的需求呢？所以这个博士就开发出一种浓缩苹果干细胞提取技术。简单来说，就是从真正瑞士苹果树上提取苹果的 DNA， 放到实验室的培养皿中进行培养，然后模拟真实长寿苹果树的生长温度和生长环境，在实验员精心呵护的成长下，成为一棵新的苹果树。再从这个苹果树上萃取苹果干细胞，说白了就是本尊很珍贵，不能随便用，所以我们护肤品中所使用的苹果干细胞其实都是克隆出来的。这也解释了我一个困惑，想说大家都宣称除了瑞士品牌之外，海外别的品牌也宣称含有苹果干细胞，哪里来的？原来是这么来的。这个品牌的精髓采用了4种植物干细胞来对抗老化，不仅使用了苹果干细胞这种抗老标杆的成分，还采用了浓缩高山玫瑰的萃取物，有促进皮肤再生、加速皮肤自然修复的能力。但是以上并不是吸引我购买这个品牌的初衷，因为这个品牌虽然系出瑞士，但是在网上查到的资料甚少，而且它的官网都非常的简单，依旧和我之前视频提到的一样，反而在中国的某书 App 上你能看到的资料更多。那么很多文章呢，在介绍这个博士的时候都提到了他是瑞士护肤品协会会长，作为一个抗老护肤品天花板地区的顶尖医学博士所创立的品牌，超过25年以上的行业研究经历，我想光是这些头衔就会对这个品牌产生心动了。但是很可惜，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护肤协会会长的头衔，我在官网上并没有找到。我在网上查出的资料呢，只提到博士是这个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行政官，而且是国际皮肤病学协会会员、美国皮肤科学院院士以及德国激光学会会员。无论是他作为将植物干细胞首次运用到护肤品上的先驱，还是他本身医学博士的这个身份，都证明了他至少是一个瑞士本地品牌，所以这也是我愿意尝试它的一个原因。其次，作为瑞士的这个顶级品牌，价格自然不菲。但我入手的这款黑球眼霜30毫升的容量，价格在2000多人民币。那么如果你把它看作15毫升标准量的眼霜乘以2，那么其实它的单价也就在1000多人民币。对于一个顶级的瑞士品牌来说，这是非常让人心动的。得益于铺天盖地的代理，所以也会有价格落差，但我当时购入的价格还是比较合适的。代理们在宣传上也强调了眼霜跟眼精华搭配是效果更好的，但其实这个品牌它并没有推出眼部专用精华，所以他们推荐的是将面部的精华用于眼部。而同系列的黑球精华30毫升的容量，售价高达4000多人民币，这已经超过了我的接受范畴。得益于代购们是在同时贩卖小样的，所以我最终购入的呢是正货的黑球眼霜，以及等同于正货量的黑球精华小样。关于这个小样呢，还有一个很搞笑的故事。当时委托我的朋友在国内帮我收快递，因为他正好要来日本，可以顺道带给我。而他收到之后呢，就跟我说，你买了一个好大的面霜啊，而且还送了超多的小样。这些被我朋友误认为小样的赠品呢，其实是我花费了1500块钱人民币购入的。本身并不喜欢购买小样，因为之前我有强调我是一个瓶子控，所以为了它原本的瓶子，通常我都不会购入小样。而黑球精华4000多块钱的瓶子长这样，真的是平平无奇。不仅如此，他家顶级线的 No.1 万元产品也长这样，这个钻是不是可以自己贴上去？我已经跟不上这个节奏了，设计可以这么简单的吗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土豪风？正货跟小样都长得平平无奇，所以在与正货差价巨大的情况下，我毅然
决然选择购买小样。先来说这个黑球精华吧，其实它全系列的成分呢都含有我刚才提到的4种植物干细胞，除此之外呢还用到了钛3铅这种胜肽类型的复合物，可以促进胶原蛋白新生紧致。如果你有用过 The Ordinary 的这款 Buffet 的精华，它其实也是主打这个钛3铅的成分，而且超级平价好用。DM 葡聚糖可以抵抗自由基，增加皮肤的防御力，使水分保留在皮肤上并形成保护膜的一个成分。钛 B3呢能够促进细胞更新，明亮肤色。其实这种顶级品牌呢，我们深究它的成分没有特别大的意义，因为官网都有写，而我们看不到的呢是它的技术跟它的配比，所以仅供参考即可。这组每支3毫升，一共10支，相当于正货量的精华呢，我已经用到还剩最后2支了。来看一下它的质地，有些微的胶水感，但是吸收速度极快，稍稍揉抹的话就立马吃到皮肤里头去了。如果你完全没有了解过就直接购买使用的话，那么初次你可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惊讶，因为涂上去大搓泥，你整个脸上几乎全部都是血，惊到死的那种。发生这种情况呢，我就去网上查资料，据说呢就是产品的活性比较大，初次使用呢会造成吸收不了而排斥造成的这种搓泥现象。这个解释我其实觉得有点，但其实真的是这个样子，因为用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它真的奇迹般的不再搓泥了，也不是完全不搓，偶尔也许会小搓那么一下，但是大部分时间它就是真的吸收，没有再出现搓泥的状况了。因为这种偏胶水感的质地以及它的极高的渗透力，所以你涂上去之后是有绩效的紧致感的。哪怕是涂在手上，刚才我示范的手上，你都会觉得这个手好像比这边要紧绷一点。我觉得跟它的质地有关，还有它的活性成分。而我的脸呢，也不至于垮到有前后极大的这种紧致落差，所以呢，我觉得紧致感是有的，但是很些微。但就整体效果来说，毕竟我就用了这一组30毫升的小样，所以说的话，并没有很大的发言权。如果你的经济实力允许，我觉得长期坚持来使用，应该可以看到更好的效果。下面来说眼霜，这个是这个眼霜产品的盒子，看起来是蛮高级的，和 La Prairie 一样走这个产品大盒子更大的这种浮夸风。直接来说结论好了，其实这个眼霜我还是蛮推荐入手的。30毫升这么多抗老的成分，这样的一个价位，然后这样的一个包装，又作为一个瑞士的品牌，我觉得是可以入手的。说一下它的这个味道，其实我觉得它的味道呢，跟雅诗兰黛的黑松露的那款眼霜非常的像，而且它的质地上也几乎算是可以说一模一样。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质地，那就是它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质地，非常的清爽，但是有滋润度，然后揉抹吸收之后呢，也保留一定的油分，油皮跟干皮我觉得都会比较喜欢。特别干燥的皮肤呢，甚至可能还会觉得不够润，那么就算你加黑球精华打底，你也不会觉得润的，因为黑球精华也挺干燥的，因为它是要主打诉求紧致感嘛，所以它没有很强的滋润感，而这个眼部呢是有这种滋润度的，吸收也很好，味道呢也很让人觉得舒服。那么雅诗兰黛黑松露15毫升眼霜的价格呢是这个，而黑球眼霜30毫升的价格呢是这个，加上它又是瑞士的品牌，这么多干细胞的成分，所以真的很值得入手。黑松露呢作为雅诗兰黛的顶级，它的香味、质感、技术都是无可挑剔的，而且对油皮也非常的友好，因为它全系列呢都是油皮所喜欢的那种薄透水感的那种状态。所以对比黑松露来说，这个黑球眼霜它的质地上真的是不分伯仲。如果你追求高质感的抗老产品，你真的可以尝试一下它，因为它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贵。30毫升的容量真的是可以让你很长一段时间不需要再买眼霜了。来看一下我的眼部问题啊，其实我是只有眼下的细纹的，没有鱼尾纹，就是笑起来它也是没有鱼尾纹的。而眼下的这2道深的皱纹呢，源于之前细纹状态下我熬夜作死，加上我又减肥啊、代谢啊，有的没的，造成脂肪塌陷，所以原本的细纹就变成现在比较深的皱纹了。我一直都认为眼部的产品应该排在你所有保养品投资的首位，一定要用你能力范围内最大的预算来购买眼部产品。我在使用眼部产品这么长的时间里头，它这个细纹是有些微的淡化的，并且没有再加深，也没有出新的皱纹，所以回到我刚才讲的，眼部产品真的很重要，不要忽视它。只要你明白了在保养的这个过程中，维持也是一种美好，你就能明白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在买护肤品上面了，因为维持也很不容易。
我是从19岁开始用眼霜的，当然有很多人是从30岁开始的。我觉得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，你只要开始用了，你觉得需要，那么就回到我刚才讲的，你要把你能够拿出的最大预算放在眼部的产品上。也许它可能就是那么平平无奇，短时间看不到效果，但是长期它真的能够回报给你的。以上就是关于这个瑞士品牌的全部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